好，大家好，我是老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现在面前这两台就是华为到目前为止最顶最贵的手表，华为 Watch Ultimate。它的全称呢是华为 Watch Ultimate 非凡大师啊。华为的整个手表家族已经非常庞大了啊！我左手边这个是它的驰骋山地啊，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啊，我这两天一直在戴着。右手边这台呢，应该是更贵的版本，我现在还不知道价格啊，是纵横海洋，给大家做个开箱。哦，这是一个蓝色的表圈，质感两个字扑面而来啊！底下的配件非常简单，磁吸式的充电器啊，表面呢是没有触点的啊，它和数据线是一体的。这边是它的替换表带。纵横海洋默认的这个表带是一个钛金属的材质，所以它专门送了你一节。它附送了2条硅胶表带啊，这一个短的，还有一个这么长。这2块表至于一款智能手表来说，方方面面，软件、硬件、材质、做工，我觉得它还可以把“顶”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啊，真的是哪儿都拉满了。首先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驰骋山地啊，它是一个黑灰的配色。刚拆出来这块表，你一戴上，哇，这一看个头不小啊，但它的手表主体呢是75克啊，并没有特别的重啊，因为它个头看着确实已经很大了啊。主体呢，它采用的是一个非金锆合金，屏幕周围的这个正面表圈，它采用的是陶瓷材质，其实它就是一个陶瓷天线啊，集成到一起了啊。然后它这次是一个3按键的设计，在面对你的左边呢还有一颗按键。如果你之前接触过这个潜水表啊，这个感觉是比较相似的。这次它3个表冠按键呢都采用的是钛合金。真的是把各种材质都给玩到家了。细节部分，比如说它这个快拆表扣啊，在这么小的面积上啊，它也做了一个华为啊这么一个英文。然后在表体的快拆表扣部分呢，它还做了一个小斜坡啊，方便你滑进去把这个卡扣啊。中框主体的这个非金锆合金，它是一个枪灰色的感觉啊，然后配合上这个表带。这个户外感觉，阳刚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强烈的。这块纵横海洋我们刚刚拆出来还没有配对啊，这个精致感就又上了一个档次，感觉，因为它表带和表壳的这个颜色是直接统一了。这个表带呢是钛合金的啊，它的中框的这个表壳呢也是钢色的非金锆合金啊。它正面这个陶瓷天线呢是一个深海蓝色啊，然后侧边也非常精细啊，刻上了华为 Watch Ultimate。钛合金表带呢采用的是一个按键的形式，你要一摁，然后它就可以滑出来了。纵横海洋在视觉上的这个重量感其实给你的是更强的，但是采用了钛合金，所以你会感觉，这个手表还是比较轻盈的啊。非金锆合金可能很多小伙伴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它的另一个外号你大概率听过啊，就是液态金属。一般的金属材料在微观层面这原子是呈现周期性排布啊，比如说铝合金304不锈钢这种常见的。而液态金属的原子呢，看起来就像是无序的混乱排列，像是非常粘稠的液体一样所以叫做液态金属。而这种微观层面的改变从而也改变了金属材料的特性。华为这次使用的非金锆合金除了质感出色之外，对比不锈钢材质，硬度也提高了2.5倍强度提高了4.5倍。而液态金属之前也被许多高端腕表所使用，而非金锆合金耐腐蚀的特性也让这种材料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你看这款腕表不仅面对高端商务同时主打的也有户外探险和专业运动。经常戴手表的应该知道磕碰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表圈的边缘，所以它这次采用的也是纳米微晶陶瓷，在这个强度上是要更高的。然后正面这个屏幕是1.5英寸这么一个小小的屏幕这个 AMOLED 也支持 LTPO， 分辨率呢是466×466。按键方面上面表冠的这个可以旋转就是一个主菜单键，然后下方的这个是一个运动的快捷按键你摁就立刻进入锻炼运动的这个模式。然后左侧边的这个，如果你长按的话，同破天、北斗卫星。我们可以在任意界面下长按左上角的按键，快速启动北斗卫星消息卡，直接点击立即发送，然后需要寻找跟踪卫星的位置，显示已发送，这样手机上就会收到一条含有位置信息的短信，然后就可以根据位置进行救援。
后续说还将支持接收消息啊，达到双向卫星通信的效果啊，这个很值得点赞。在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30秒背后啊，这功夫其实并不少。首先就是手表的体积更小嘛，天线的尺寸和设计就非常受限，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使用了陶瓷金属化工艺，把陶瓷表签与金属中框耦合成悬浮天线，同时和非金锆表壳的结合，也能够进一步增强天线效果啊。怎么说呢？这有点类似于利用易拉罐增强 WiFi 信号的感觉。天线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受限于体积小尺寸的天线增益啊，就不可能做高，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堆功率。是啊，说白了就是大力出奇迹啊！毕竟发送信号是一口气的事儿啊，需要短时间达到足够的功率才可以，否则就送不到36000公里外的北斗卫星上。而在手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堆功率，对于电池短时间的放电要求就特别高啊。我们专门和华为了解了一下啊，为了能够在低温环境下使用，华为还给这块小小的手表啊增加了电池智能加热方案，从而确保在寒冷的环境下它不会开不了机，还能保持电池能够提供充足的功率。毕竟寒冷也是限制电池功率的原因嘛。正是在这些种种技术的加持下啊，最终把北斗卫星消息给塞进了比手机小了数倍的手表里。可能有小伙伴还有一些疑问啊，就是为什么会想着在手表里边非要塞下北斗卫星消息呢？手机支持不就足够了吗？确实，如果能够使用手机啊，这自然更好啊。更何况专业户外玩家大概率都会有更专业的北斗设备。其实，在户外探险的情况下，频繁掏出手机并不是特别方便啊，也更容易遗失或者说磕碰损坏。相比之下，这手表更便携啊，续航更久，戴在手腕上也不容易丢失啊，就多了一个保障。这个功能的加入，即便你不是一个户外爱好者啊，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偶然碰到没信号了呀，也能够成为你的应急工具啊，就如同你开车的时候要系安全带啊，提供安全感。我们希望永远没有人能够用上这个功能啊，但也同时希望啊，你某一天应急的时候，真的切实的成为你的保障，用一次续一生。我们在户外也专门体验了一下它的轨迹返航功能啊，在当前版本就比较好用啊，能让自己迅速的找到返回的路线啊，结合卫星定位，在户外的时候这安全感比较强。当然，作为华为目前最高端的智能手表产品啊，这个北斗的加入啊很炫技啊，还有另外一个也非常炫技啊，就是非凡大师还是业界首款支持100米防水且支持音频功能，同时满足100米潜水的高端智能手表。这什么意思啊？就这款手表通过了 EN13319 100米潜水电脑及仪表和 ISO 2281010 ATM 防水的国际双标准测试啊！你听这名字就足够专业了啊！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是专业的潜水人士啊，所以我们专门在武汉找到了一家有专业潜水教练资质的室内潜水馆啊，简单体验了一下。看亮，这个是深度。好 ，OK， 这个就运行，安全停留时间3分钟，对，开了 OK 了，好。在开启潜水模式之后啊，你可以方便的在手表上面查看当前的深度、当前的水温等等信息，还可以设定时间和深度的警告。专业的氧分压、TTS 回水面时间，还有水面 GF 值啊等等，都是专业的参考数据，还可以帮助潜水员了解情况啊，避免减压病等等问题。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查看潜水的深度曲线，还有温度曲线等等信息。当天潜水教练还提了一个小建议啊，就是专业水费都会在气瓶上增加监测啊，可以将气瓶数据实时传送到手表上进行查看。对于我们而言呢，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款手表在满足了超强防水性能的同时，它还支持音频功能。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铁罐头啊，因为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你做防水就很简单嘛。华为的高端产品它还保留了音频功能，平时如果不方便掏出手机，可以通过手表拨打和接听蓝牙电话，使用语音助手等等。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手表连接蓝牙耳机。为了能够把声音放出来这手表就需要保留扬声器的开孔，而在100米水深的情况下这水压就有10个大气压，相当于2头大象的重量压在了这块手表上。开孔的位置那就更压力山大了。华为最终呢，通过防水透气膜等16道防水结构最终完成了挑战。或许华为可以不做音频功能，而做就是对它自己的一个挑战。ID 设计上呢，这一次的非凡大师这2款呢，基本上覆盖了你各种场景了。如果你是一个强户外人群的话，比如说登山或者说滑雪探险什么之类的，或者救援队这款驰骋山地这 ID 上面就非常符合。如果你想兼顾日常，这搭配各种衣服不会显得这表特别突兀的话，纵横海洋还是挺合适的，因为它基本上和那种高端的钢表高端的机械表在外观 ID 上面看着是差不太多的。你可以选一个相对应的这个表盘，这个蓝色的金属圈怎么看怎么有那个劳力士水鬼的那个感觉。在功能方面，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华为自己的这个手表系列，除了 Watch D 这个血压测量它不支持之外，
基本上都全了。你想要的什么血氧啊、ECG 啊、乱七八糟的方方面面的，全都给你加上去了。同时，这款手表也支持加入华为的健康研究这一类高阶健康功能，比如心脏健康研究、血管健康研究呼吸健康研究等等等等。除了是专业的户外运动商务智能手表之外非凡大师也可以日常帮助你监测记录你健康情况的手表。同时，非凡大师它也支持无线快速充电充电5分钟就足够1天的日常使用了，60分钟充满。在日常使用的情况下，官方宣称是14天在我们体验的1周时间里边，还剩了差不多接近1半的电量日常使用这续航是足够的作为华为目前最高端的智能手表产品非晶高合金、微晶陶瓷、100米专业潜水等等材质和功能的加入，都让这款表看起来非常极致大家可以再把满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北斗卫星的加入也让这款智能手表有了更新的高度这个真的是高度你简单操作几下就发送北斗卫星消息的背后是天线、材料、电路等等等等方面对技术的挑战和突破。毕竟作为消费者，买得起的性价比是一种追求作为一款技术突破、科技创新的产品也是一种追求。对技术极致探索、突破边界的追求，就是对产品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现在回过头咱们再来看纵横海洋、驰骋山地这个名字真的很合适OK， 满分10分的话，华为 Watch Ultimate 非凡大师，你给几分呢？欢迎大家评论弹幕一下，能给你的、不能给你的，全都给你了。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产生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最近的新产品、新视频比较多这个掉了2213根头发希望本期点赞能够过2万更多人更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管再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决定换上它再戴一戴。